大家好，我是柴曦。8强战已经结束，4强又是去年的剧本。LPL 内战外加G2抗韩，本期就来带大家看看这4场淘汰赛都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吧！冲冲冲 ！Let's go G2！ 8强战第一天 ，LCK 下决重演，大乌龟3比0再一次的碾压了龙叉，前后一共打了个6比0。这场比赛打得毫无波澜，前2局比赛完全是不知道在干嘛。最后一局决胜局算是打得比较激烈的，但更能看出两边的差距了。Showmaker 的发条算是他常规法师中玩的最少的 ，Canyon 的千珏更是整个职业生涯只用过1场，选出来感觉像是在骗班位，根本没有拿出100%的实力。龙叉呢，整个 BO5 全程硬拖，地图资源从头让到尾，有些队伍3分钟就没了，35分钟才买。观众大呼晚安马克巴卡，建议韩国队伍火速代言退黑素，我直接买爆。LCK 官方像是听到了大家的吐槽，马上发推特解释说，小孩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艺术。经典曲高和寡。LPL 反击说，G2 打苏宁，1盘43个人头，你2场比赛加一块31个，你这还没话剧里死的人多呢。输掉比赛以后，又到了1年1度的探亲时间 ，Chilwell 和 Kanavi 面基成功 ，Korea 见到了偶像私少，迫不及待的把主页背景换成了合照 ，Fuzig 和 Knight 369一起掐了海底捞。除了 AD 以外，龙叉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这群小将也许会成为 LCK 的未来。Deft 回去看了 EDG 的老队友，赛后他在采访时痛哭，回去的车上泪流满面。如果圆梦太难，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吧。第2场就到了我们 LPL 的电商大战，你说自己是莎士比亚，那我们内战就是水浒传，一起兄弟干就完事了。我们的打架王 Rookie 这场在 LCK 做嘉宾解说，给他们普及了一下 LPL 小知识。 말은 이렇게 해도 JDG가 갈수록 좋다고 할 수는 없는데 인정을 하고 부분, 그렇죠? 실수를 받아먹는 쪽으로. 네. IG도 이런 상황이면 버티나요? 아니요. IG는 예상 못한 대답. IG는 찾아봅니다 일단. 苏宁在第1局失利的情况下，连追3局，送走了千金兄弟，挺进了4强。第2场，幻风给大家表演了一把后视镜，团战打到一半，跑到京东的高地上开大招，给观众解说，人都看傻了。Ben trying to chase this up, but where is that? It's Jin! He's in the enemy base! Behind the curtains with the curtain call! Everybody is done, man. Hwanfeng is legendary. They pick up the last 2 kills. I tell you what! Of all the places that thing could have opened up from, next to the rock in the red team base was not where I was expecting. That was a beautiful subversion of my expectations. 这波是 AD 切后排，不愧是 IG 出来的，经典从里往外杀。第3局，阿斌蓝水晶出门，一级团连拿2个人头，上线就是耀光，9分钟直接3项，公爵人晕了，戴上了狼形同款面具，男的女的折磨，又是经典对比，人和人的悲喜并不相同。最后一局，首富亮出了原来越南队伍的图标，推掉水晶的时候，越南解说的眼泪都要出来了。một cách tôi cũng không biết về 3-1 dành cho Suning sau có mặt tại bán kết của chung kết thế giới 2020. Hành trình cổ tích của Sọp, hành trình cổ tích của các thành viên đến từ bên phía của Suning vẫn sẽ được viết tiếp. 赛后，海外观众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幻风身上，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有人把那篇海边的少年做成了视频发到 YouTube 上，并说这是一个值得改编成好莱坞电影的故事。G2 老板看完比赛后立马整活，这是 LCK 内战，这个是 LPL 内战。最搞笑的是，他们发现了原来幻风和阿水都是 IG 出来的，还学会了谢谢你苏小洛。好家伙，又是新的文化输出。本届世界赛，苏宁的学习能力和进步可以说是所有队伍当中最快的。阿斌、Angel 和幻风，年轻的3C 爆发出了惊人的潜力，再加上稳定且经验丰富的舍蛇和首富，让小狮子成为了超级黑马。世界赛有什么期待啊？希望能进个4强吧。今年年初的时候，苏宁跟你说我们要进世界赛，我们还要进4强，所有人都觉得你已经疯了。这是小目标，大目标。叉烧老师的大目标已经完成了，要不要更进一步呢？
第3个 BO5 应该是所有比赛里最让人揪心的了，滔博让2J3击败了 Fnatic， 创造了 S 赛的历史。第2场结束的时候，我的真实感受就是坏了，这口滑的不会又倒了吧？节目还做不做了？截止到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有500万的播放量了，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前2场 Fnatic 做足了准备，比巴博和 Hylisan 就像2个战神，各种华丽的开团表演，把他们自己的队友都给看傻了。滔博这边状态低迷，阿水和预言家疯狂失误，2局比赛 AD 甚至1个人头都没有拿到。这个时候，欧洲那边集体欢呼，主持人在第2局结束的时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But so far, we haven't gotten LPL domination, and we have gotten Reckless and Hylissang lane kingdom. Demons can be slayed, expectations be damned, and Reckless can cement himself as the player he always wanted to prove he was. 我们赛区这边呢，虽然大家都很沮丧，但也没有放弃希望。怎么氛围有点低沉了？大家让我稍微那个一些嘛，不能连评论席这边气氛都变得很低气压了。大家其实还是要相信我们的选手。重新开始，兄弟们，我们现在什么？我们现在3个 BO1，时间还来得及，起码还有1把机会，是该拿下了，兄弟。是，我请神了，兄弟们，请神了，方普拉斯你请。那我请谁啊？世界上最好的3人玩家是谁？369。世界上最好的赛恩玩家369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站了出来，卡萨也克服了关键局拉胯的心魔，2个人在3、4局一起发力，帮助队伍连追2分，来到了生死局。从心态上来说，这个时候的滔博要远远强过 Fnatic， 顶了4场的369，把接力棒递到了队友的手中。滔博全队火力全开，25分钟光速下班，成功晋级4强。这场比赛打出来了很多新梗，决胜局前 Fnatic 吃的小羊生煎成为了牛肉面和海底捞之后的最新禁忌，他们自己也十分配合的推出了电竞专属套餐。黄老仙这一次也是亲自做法，在赛区荣誉面前，我们不得不使用因果律武器。管大笑，你功力不够，学着点儿。比巴博5场比赛1场1个表情，这个喜怒形于色呀，心态还是很乐观的。赛后采访的比巴博就更有意思了。My support told me in terms of like, please Buko, ban Sion for me. So I said okay. I didn't mind playing against him. The lane pressure was quite good. 369 plays the champion very well. But ultimately I was comfortable scaling on my own, so I didn't mind. But when my teammate asks me, please, and he asks nicely, I will help him. 最尴尬的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慷慨陈词的欧洲解说了，属实是对阿水恨之入骨。LPL fans wiping this one off the ground, like, oh, not even close, guys. Not even close. Top started running circles around Fnatic's members. JackeyLove in that mid lane, you know, blue suede shoes. He's dodging every single thing. He's flashing the icon. Like, think about the 8 PM involved in that. He's right. It will not feel good. It will feel real sour right now. But again, it will hurt today. It will suck today. But I do hope tha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they can look back at this and say, like, you know, I wrote my name in JackeyLove's blood on that stage. 欧洲观众在向 Fnatic 致敬的同时，也不忘嘲讽一波 NA。虽然我们被 LPL 1号种子让2J3了，但也比当了1号种子1场不赢的强。这场比赛最大赢家就是硬币哥了，终于抓住了复仇的机会，在直播间疯狂输出。什么报仇啊？不是什么，我是那种人吗？我只评价他的游戏内的那个兄弟们，我又没有说他的人品啊什么的，我人品也不行，我还说别人人品有屁用啊？我是乱分号的人啊。TS 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除了第5把，他们1、2、3、4都办了卡牌嘛，内梅西斯招牌英雄，我是不喜欢这个人啊，因为这个人喜欢装杯，然后去年嘲讽了我不喜欢这个中单。怎么来了？谢谢内梅西送了100个飞机啊！你怎么打完比赛还来我直播间送个礼物啊？你要坐那个飞机回去啊！我跟你们说真的，这个人我一个都不会玩，玩个屁呢，大哥！皮肤个屁啊 ！Fnatic 怎么拿冠军？想起来兄弟们，皮肤这个屁啊！4强不是8强可以拿皮肤吗？梦里啥都有，我现在还在想明年的世界赛那个冠军皮肤呢，哥们有梦想，大家都有梦想的兄弟们。我在想到底选露露还是卡尔玛？这说他2-4期了，这个是100%会死。就不2开嘲讽，哈哈哈哈哈！现在用大，我来送头了，快点来杀我，卡萨，我给你人头。他们打得很着急，为什么呢？你们看这时候看中路补刀这怎么玩 ？Mid gap super carry damage， 这我其实他们那个 Fnatic 开得很果断，那个色提包塔姆是可以的，但是呢，
家里有明年这时候再用2吗？明年这时候再用2吗？2021年10月18号再用2吗，大哥？没有2吗？哎，你是内梅西斯，那没事了。虽然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是好的，但滔博在这场比赛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选手组合的表现可以用差劲来形容。不过他们这个麦克风看的还挺让人感动的，队员们在逆境当中互相扶持鼓励，一起攻克难关。塞4把就够了，这把我们塞你。这种团队氛围呢，还是让人挺安心的。就是没想到有一天咖哥可以在对面泉水门口浪，阿水在老老实实的拆家。这波啊是论功行赏，carry的人才有资格虐拳。最后一场G2打奸计，应该是我们看的最轻松、节目效果最好的比赛了。这个8强赛1号种子的发挥是有规律的，第1天1分不让，第2天让1追3，第3天让2追3，那第4天就让3追梦了。比赛开始前，G2就已经按耐不住整活的心，全队都去吃了小杨生煎，大伙都是吃包子，这味儿不对呀。I don't really like dumplings that much, but these dumplings were actually pretty good. They were from Yang's dumplings, and I like them a lot more than Ying's dumplings. Youngcos 去找了算命先生，先生说：“小伙子，你可能要倒霉呀。”然后比赛当天都快1点了，队友还没有起床，教练和奸计搞起了现金交易，经典检查账户余额。两队的中国区指定代言人长毛和管泽元在解说席真人对线，G2优势，长毛老师引吭高歌。感觉这把 Let's go G2， 奸计反攻，大笑的声音震耳欲聋。杨迪的位置被击杀了，1000块。整个解说席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奸计全队加教练感觉都被G2完爆。上中2场比赛被卡牌青钢影正反手教学，EF 就更别提了。Life 这个塔姆不知道在溜达啥呢。可丽的干锅豹女被 Caps 偷来的大招一剑秒杀，上单看可丽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气。小猫下手实在是太狠了，这一波团战秒了3个人，仿佛回到了19年的 MSI。最后一场基地被推掉的时候，大笑和 Rula 成为了世界上最懂彼此的2个人。史蒂在水晶前尽力抵抗，回天乏术；大笑在解说席苦苦支撑，逐渐破防。本期片尾我们邀请到了长毛老师和管大笑，大伙可以听一听他们这场比赛的心路历程。赢下比赛以后，G2这个神清气爽呀，撸起袖子就要给 Caps 扔水里。花乐水流，春去无踪。还记得前面的转账吗？G2通知奸计退款到账了，拿着这点钱去机场买点汉堡薯条吧，坐飞机别饿着了。奸计急了，也学粉丝当起了纯路人。教练说还好今天3比0了，不然汪的就要赶不上他的副本了。赛后采访里，G2更是展示了充分的自信。大乌龟，给爷过来挨打。Well, I did see that. I saw some interview with Showmaker. He was talking a bit how much he wants to beat G2 and how he wishes that they won against Genji. He doesn't care if there's like one LCK team in the finals, for sure. He wants to beat us really badly, but I feel sorry for LCK that they will not have one LCK team in the final though. 最后再来说说8强战的数据情况吧。8支队伍中，场均15分钟经济领先最高的竟然是滔博，领先 Fnatic 接近2000经济，其中1000多的经济领先都出自 Net。G2 这个队伍是真的离谱，3条线的选手前15分钟只有不到一半的时间在对线，其余时间都在地图上游走支援。前期最可怜的选手应该就是幻风了，蛇妈妈大部分时间都在溜达，只留自己一个人对线。8强赛中，击杀王是G2的双子星，平均每场比赛杀7个。KDA 排名前5的选手分别是 Canyon、Showmaker、Caps、幻风和 Miki。大乌龟这对中野1场 BO5 都只死了1次，也是非常强劲的对手。这一次的淘汰赛里最悲情的选手应该是 Rula 了，吃了倒数第2的经济，打了最高的分均伤害和伤害占比，建议加入痛苦面具小组。除了史蒂以外，幻风、阿冰、首富和 Caps 也打出了高额的伤害数据。值得一提的是，在分均伤害前10的选手当中，只有冰和骚粉这一对上野，其余8人都是双 C。首富还有一个很离谱的地方，他的分均视野得分是最高的，比所有辅助都要高。这个人玩千珏都要出排眼刀的，平均1分钟排掉1个眼。越南人都知道，丛林战最重要的就是清理侦察兵了。快乐新闻。小李最近待业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考了驾照，结果被打击到了。
今天去了那个去考驾照嘛，然后有点困。去了之后就感觉要做的特别多，脑袋都昏昏的。 운전면허 따러 시험장 갔는데 아무도 못 알아봐서 좀 섭섭했습니다. 虽然是为了考驾照去了考试场，但是也没了解太多。 아무도 못 알아봐. 但是大家都没有认出我来， 고 가긴 했는데 我有点伤心。那边的年轻人，20多岁年轻人还挺多的。难道是因为我没有梳洗就过去？估计是因为我没有梳妆，没有就是好好的洗一洗，所以大家没认出来我。 最近班级服完了兵役，棒也回到了韩国，老 SKT 重新聚在了一起。本来是其乐融融的叙旧场面，非得给我李总整破防。저 성우 형 얼굴이 너무 반가워요. 저도요. 아, 이제 관리만 하지 마. 再给大伙看看G2老板的绝世好活，我是真的太喜欢这个老板了。 Hello to my favorite people in the world. I, Carlos Osler Rodriguez Santiago, and I am here to ask for your help. It happened again. I tried to warn you, but NA has not made it out of groups. Again. It's a shame, folks. Let me tell you about NA. No one loves NA more than me. But they have disappointed us bigly. Year aft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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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year. We're here to bring change. We're here to bring hope. We're here. And as allies, we must come together to face the common enemy. 0-3 finals. All our Western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fallen. We stand as the only Western organization that can lift the Summoners Cup. We're undefeated against the LCK. There's no wildcard team to beat us. And of course, we get a great record against the LPL teams. But now, you must ask not what EU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EU. So NA fans, I want you to join the G2 Army.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各位好兄弟们不要分期3连，能不能一次付清？求求啦，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收藏过2万，下周4继续更新，别忘了看长毛和大笑的采访哦。我是超 carry 的柴西，我们下期再见，886。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英雄联盟解说泽源。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毛，然后我是英雄联盟官方解说。G2 打经济已经结束了嘛？你怎么评价自己支持的队伍在这一次8强的发挥呢？G2 就是打得比大家预想的都好，因为在小组赛阶段的时候 ，G2 其实尤其中单 Caps 的表现并不亮眼。这支队伍基本上很大一部分的程度都是依赖于 Caps 的发挥。那在8强战里面面对Genji的时候 ，Caps 却是就是感觉一肩扛起了 carry 大旗。小组赛一直被诟病的 Perkz 的发挥，其实在8强战里也不算差，尤其考虑到他的对手是评价很高的 Ruler， 而且 Ruler 在那一场对局里面并不拉胯，不像他其他队友一样拉胯，所以我觉得 Perkz 的表现也是比意料之中的好很多吧。我觉得从8强的角度来讲，这个成绩打的是比较烂的，这也没什么说的。他们在赛前本来这个内部还有人跟我说他们这个状态还可以，但是我感觉状态确实不太可以。对我来讲，我支持的2支队伍都被淘汰了，一支老干爹在这个小组赛就被淘汰了，然后一支Genji在8强也被淘汰了。我觉得运气比较差吧，但是没关系，还有2支 LPL 队伍已经会师半决赛了。Genji被淘汰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人没事吧？讲道理，在观看体育赛事的过程当中，你支持的队伍最终走到最后夺冠的这个经历并不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时刻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除了这个 EDG 粉丝可能领先的时候，这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G2的粉丝的？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只是觉得 G2 是一支就是蛮搞笑的战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被称为 G2-8 嘛，在推特上面玩梗啊，就是恶心别人，但是也会恶心自己啊。有人说就是他淘汰了 RNG， 让大家可能当时还有一些他们很跳的发言，让大家就挺不喜欢。但我觉得从18、19 2年来说 ，G2 都是属于你看得出来他们真的享受游戏，跟就是也有在发挥出自己的实力，然后与此同时
丝不忘初心，从头到尾都在玩梗跟就是做一些就是发各式各样的屌图，所以我觉得本来从18年的世界赛的时候开始，就是觉得这支战队真的是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我很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文化传播出去。你这样好像在开团哦，18年世界赛也没有，就是我是14年开始真正开始全职做解说的嘛，然后15年那年的 LCK 比较关注去年的冠军嘛，就比较关注三星跟 SKT， 结果那年其实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三星的一个中单选手 Crown 是从87联赛被叫回来的，就他出道是在87联赛出道，然后被买回来的。这个人当时很吸引我，他的性格感觉跟我很像。我当时也是那种很年少轻狂，刚刚做解说就感觉我自己很牛逼，就谁都不怕吧。Crown 当时给我性格也是那种，就是甭管你对面是谁，就是我一定比你屌，打比赛也要穿一个豹纹的衣服在里面，戴个金链子，戴个金耳环什么的，就感觉跟我很像。结果16年三星就一路杀进最后的这个全球总决赛决赛，在决赛当中 Crown 是力挽狂澜，连扳2盘，但是最终是没能赢下那年的冠军嘛。我就一直解说 LCK， 从16年开始就一直很喜欢这个队伍，然后到17年他们最终夺冠。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人会问说，你喜欢的这批选手如果全退役了，这个队伍还是不是你当初喜欢那个队伍？但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就只是第一是还有当时在那个 Crown 在役的时候在的选手在这个队里，而且我觉得 Ruler 是今年唯一一个发挥比较正常的。然后第二就是说，因为跟他们幕后的很多人和这个集团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朋友，所以自然而然的还是会很支持他们。这次你和管泽元的解说席对线，就是大家说的经典6v6，好像是你申请的是吗？对的，就是我一看到8强抽签抽出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去问了解说管理，因为官方解说台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做这种摆明就是楚河汉界，你知道一人一边打6v6，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平常常规赛都是 LPL 队伍，如果你这样做，那你站蓝方的就会被红方的粉丝骂爆，然后你站红方的就会被蓝方粉丝骂爆。但是碰到像 G2 跟 Genji 其实跟 LPL 队伍都没有关系，那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这个尝试。就现在粉丝有提主队这个概念嘛，那你觉得解说有自己的主队这件事情是好的吗？表达自己有一个主队其实是一件风险很高，然后会带来很多负面声量的一个行为啦。我觉得其实泽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一直以来都表达自己是一个占星粉丝，所以会有非常多人因此去骂他。那相对像我这种表达自己是 G2 粉丝的行为，其实我前几年也可能也不敢太大声。那原因懂的都懂，就是懂的都懂啊。你想，如果假设啊运气好的话，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假设运气好 ，G2 如果扳倒 DWG 进了决赛，然后决赛不管是对上滔博还是苏宁，都是对 LPL 队伍，那到时候我怎么办？到时候我怎么办？我还敢说我支持 G2 吗？我还敢在 G2 领先的时候大声吗？就是你懂的呀。你觉得你支持三星这件事情，然后也有部分粉丝管你喊朴泽元，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有压力吗？我觉得还好吧，其实这个人的喜欢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对不对？我又不代表说我喜欢三星的同时我不能喜欢 LPL， 每个人都有这个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嘛，你两个喜欢的东西也不冲突。然后其次就是说，我觉得喜欢哪个战队或者怎么样是每个人的自由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工作是解说，所以即使是那天我解说三星比赛，包括我解说过很多就是三星打 LPL 比赛，我觉得我在台上我都是保持一个非常中立客观的，就这个其实是我的喜欢并不会影响我在参加工作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两者是不相干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玩梗嘛，这么教训我觉得也还好，如果能博大家一笑，那我觉得也无所谓吧。 OK， 预测一下这次4强的结果吧。决赛应该是滔博打 DWG 吧。那决赛的话会比较看好哪支队伍呢？我个人是比较看好滔博的，因为我一直比较相信气势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一支队伍它在经历了这种比较艰难的比赛并且取胜之后，对一支本来实力就不弱的队伍更是这个如虎添翼。我首先我觉得 DWG 应该是会赢 G2 的苏宁跟滔博情况我觉得会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滔博在8强打了一个就是让2追3，他们韧性很好，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会用这种方式来形容滔博。相反的就是说苏宁，我认为他在世界赛是一路上升趋势，越打越好。所以如果是
摆在 LPL 摆在就是常规赛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苏宁跟 Toppo 完全没有，就苏宁打 Toppo 完全没有机会。可是到了世界赛4强赛，却让我有一种他未必没有机会的感觉，甚至我觉得就是这会是一场打满5局的精彩的 BO5吧。至于谁赢的话，我可能还是会相信Toppo多一些。有什么想要对靠谱电竞的观众们说的吗？就我还是觉得收看这些节目的人应该都是比较核心的，大家都是核心玩家，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从这个节目以及赛事中收获快乐，支持自己喜爱的队伍，然后生活中一切顺利。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老炮联盟，接下来还会逼掉的。别联动一下嘛，联动一下，是吧？OK。感谢大家一直对靠谱电竞和老炮联盟的支持。好的。什么？这要说什么？台西我的爱妻吗？要说什么呢？难道要说哦，请大家记得一定要1键3连，多多支持靠谱电竞。好，感谢。